虎哥，您帮个忙，叫人起来。肉包瞥他一眼，慢吞吞地进去了。看着睡得昏天暗地的小主人，想起了小主人的话，叫不醒咬屁股。他一口咬下去，嗷的一声，引爆了一个炸弹。肉包，我要断了你的饭饭！断饭可是大事儿，肉包瞬间出卖了他。我能够让你叫的我去找他算账。才要找明熙算账，嘴里被兑进来一个糕点，又兑进来一个奶茶。我研究的奶油蛋糕和红豆奶茶怎么样？看你刚才貌似看我不爽啊，拿我走。你是我的人，别走，我给你钱。俩人坐在长桌前。大硕不是赚不着钱吗？我打算把大硕变成一个旅游京城，打造其他3城没有的美食，把人吸引过来，然后狠宰他们一顿。你做出来好吃的之前，先给我尝尝。我绝对不是馋啊，我是怕味道不好，影响我们宰人。你可以不用解释的这么清楚的。你说你们那边有个奶茶叫一点点，我取名叫瓜一点奶茶。瓜一点儿？这哪是瓜一点儿？这是想瓜死几个？经过他们铺天盖地的营销，吸引了许多3朝的人来旅游，大硕都赚翻了。东原派出1名暗卫打听敌情。100两银子，一个生日蛋糕。干嘛？还买不起啊？觉得我们是黑店？觉得我们抢钱啊？切，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买不起就走啊！红姑娘还那么抠，活该被撵出来。哼，我陆呱呱蛋糕独一份，上头还能写字呢。哼，你就是陆呱呱。对啦。皇上，我找到打落饕餮压制搞旅游奖金奖的陆呱呱了，行动可以开始。订一个不10个大蛋糕。想抓人，先让他放松警惕。人小肉挺实诚，是不喂饲料了呀？骗小孩的人喂老子！你给我假银票，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你可不就是3岁小孩？不是，等等，你怎么醒这么早啊？我下了10足的迷药啊！早吗？我压根儿没睡吧？你没中迷药？那是迷药。我还以为是你放的大臭屁呢。东原暗卫的脸涨得通红。你是要绑架我吗？对，你被绑架了。绑架？怎么没有绳子？快，把我绑起来！哼，没那闲工夫绑你，你跑不了。我们在船上，船下就是大海，海里可是有巨骨蛇鱼。这鱼啊，专吃人肉，你最好打消逃跑的念头。巨骨蛇鱼，听起来有点像。你说啥？我说你为啥抓我？你伤了西陵借给我们的饕餮，饕餮战败而归，把西陵皇上笑他，捉到我们王朝，赖着不走。西陵那边觉得我们东云收买了饕餮，背刺了他们，把你抓走，你跟他们解释清楚，不然把你喂饕餮。那冒牌货的牙那么快长出来了哇！大人，不好了，巨骨蛇鱼在攻击我们的船，已经撞了一个口子了。巨骨蛇鱼真的出现了！东原暗卫捂住快梗塞的心，脚比脑子反应得快，第一时间冲到船内，把陆呱呱夹在一窝下。你干什么？
巨骨蛇鱼来了，这船车上有一条小船，我把你放了，你赶紧跑路，剩下的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不是要弄死我吗？怎么还要放我走？我女儿和你差不多大，反正咱们也逃不了了，不如放了你，也是给我女儿积德了。你这德积的也太晚了点儿。我女儿在皇上手里当人质，如果不沉船把你抓回去，就能还我女儿一命。现如今，他把人放在了船上，和船夫两人去引开这鱼。我去，阿东，你快看呐！阿东，也就是东原暗卫，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惊得眼珠子都颤了。你被巨骨蛇鱼抓了！又拿了一个长长的棍子递给他。快，抓住上来！我不要！你们给我拿个垫子，它都是骨头，硌屁股。阿东呆住，仔细观察，这才发现巨骨蛇鱼十分听从陆呱呱的话，让往左不敢往右。阿东递了个垫子，都下来一起做啊！我们去动员。我都绑架你了，你还没忘了我？你走吧，别去动员了，那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你以为我乐意带你呀？我要去动员，我不认路，你带路。自恋了，皇上，属下把陆呱呱带回来了。皇上及不少朝臣都等着瞧这位陆呱呱是何等神圣呢。小奶豆往上走，就瞅着有个大臣飞快的悄悄地朝他丢来一个果皮。啊，这是要害他呀！小奶豆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反弹，只见果皮原模原样的滑了过去。大臣转身的功夫，咔嚓一声，双腿一分，来了个超级无敌大劈叉。哇哦，你们的大臣身体好好，老当益壮呀！我都不会劈叉呢。你个没教养的小崽子，就是你害的我。你先害我啊！我是什么蚂蚁骑着道士，还省事来着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咱俩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就因为我让你劈了个叉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是百年御兽世家的王大庆，你的宠物把我的雄兽咬死了，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哦，你的兽被我的兽干死了，说明你的兽太弱了，咋还急眼了呢？还百年御兽呢，兽弱主人也弱。兽母死了，兽儿在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，等着！还没朕巴掌大的小东西，竟这么厉害！他不信，差人把饕餮叫来。饕餮啊，你瞧，朕把你的仇人弄来了，你就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吧。你回来了哇！我听人说，你输了之后不敢回你西陵，跑别人家啦。你住别人的，吃别人的，你交伙食费了吗？剔牙怪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后退，再后退。你跑啥？不乐意听我说话？剔牙怪退，小奶豆追。剔牙怪他插翅难飞。哎，我给你涂的牙齿项链呢，你怎么不戴？是不喜欢吗？要不要做个别的？剔牙怪忙摆尾巴，那花里胡哨的牙齿项链是他的耻辱，他看着就来气，所以找了个地方埋了。谁曾想这货居然来了，他马不停蹄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。等再回来的时候，脖子上挂着彩色牙齿项链。好看，要一直戴着哦。骑了一晚上的鱼，累死了。东原皇上，我大老远的跑来了，都没有客房嘛，
也没有饭饭吗？没礼貌。人不可貌相啊，先留在这儿慢慢看。听说你们东园的特色是盐酥鸡，我要去尝尝。小奶豆背着手来到街边，正巧排到他。嘿，他刚要拿，另一只手比他的手快。哇，谁拿我鸡？小崽子，听没听过一句话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你在大硕再厉害，这也是到了我们东园的地界。想吃盐酥鸡呀，跟我回家一趟。小祖宗，别去，肯定是为了报仇。你要是敢来，东园全京城的盐酥鸡我都给你买了，我还保证你们大硕每人人手一份。好啊。你会后悔败在你这张馋嘴上的，可惜呀可惜，你永远尝不到盐酥鸡的味道了。我家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宅院，赫赫有名的大师建造的。是挺好，你多看几眼吧，不然一会儿看不到了。王大庆直皱眉，觉得他在说疯话。整个后院有一大片园林，园林里养着3、4头体格健硕的黑熊。看见没，那大块头就是黑熊爹，那些小崽是他的孩子。现在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媳妇儿娘亲死在了大硕，怎么敢不敢接受他们的报复啊？不过嘛，你就算说不敢也来不及了。哼，进了我家就休想出去，杀死你们媳妇儿娘亲的仇人就在这儿呢。王大庆说完闪一边去了。黑熊们气势汹汹地朝小奶豆奔来，奔到门口竟意外的忐忑地停了下来，歪头打量着。那看到了吗？这是用你媳妇儿你娘的皮做的马甲，可热乎了。不过我还缺一双熊毛袜子、熊毛垫子、熊毛帽子。嘿嘿，你们几个正好啊！他们瑟瑟发抖。你们找人报仇，找错人了。我没杀他，你们要找他报仇。是他把你的媳妇儿、你们娘亲送出去的。你们……奶豆子嘀嘀咕咕一堆。哎呦，救命啊！疯子，疯子，弄错人了！陆呱呱也就喝上一瓶奶的功夫，漂亮的王家转眼成了一片废墟。快叫皇上！铿锵的脚步声由远至近的响起。谁是陆呱呱？修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陆呱呱是爷。皇上召见。哎呦，皇上，这小妖孽把我的家宅变成了废墟呀！求皇上做主啊！你不要不讲道理呀！是你养的黑熊祸害了你家，你污蔑我！不要脸，污蔑小孩！我那么小呢，怎么祸害你家？我连花瓶都搬不动。是你教唆了我的黑熊。你的黑熊，我教唆？你脑子有点蠢哦。王大庆还要再喊皇上的时候，皇什么皇？愚蠢的东西，少在朕面前碍眼，滚出去！王大庆委屈地离开。快到午饭时间了，你去吃饭吧。小奶豆的眼睛增得亮了。他离开后，皇上亲笔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先虚情假意地跟大硕皇上问了个好，问好之后又说了陆呱呱在他手里，想熟人，准备好诚意。东原皇上啊，还是太年轻了，只是想讹朕一把。不必理会，再过些日子怕是会求着咱们把人带走。朕得气上他一气。大硕皇上才写完信，便收到了东原10万里加急的盐酥鸡，每包盐酥鸡上都写着几个大字：战利品。大硕皇上收到了盐酥鸡，
而东原皇上则是收到了一封挑衅的信，信上写着龙飞凤舞的2个字，请便。却多了那小丫头片子1根手指头，还请便。我看这大硕老儿是非得见着点血才舒服呀。次日清早，东原皇上睁开眼，一眼看到悬挂在他床榻上的半死不活的死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您这次发布的任务太难了呀。皇上假意请小奶豆吃早饭，实则是为了毒死他。皇上的人进错我的屋子了，还给我表演了个劈叉。你们东原人好喜欢劈叉，我怕皇上看不到他劈叉，就把他送到你的屋子里去了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就走进去的呀。皇上的守卫挺笨的，都没看到我。你很厉害，早上还没吃饭吧？先吃饭。原来皇上的早饭里喜欢下毒，我不喜欢吃毒药，留给皇上吃吧。皇上大惊，他还没碰呢，便已经猜到了。这孩子的确不可小觑。又过了3日，哇，那个风筝飞得好高啊！阿东站在奶豆子的身后，双手朝他的后背慢慢地靠了过去，随后又收回手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这太高，你离着远些吧。对了，我点的桃花酥还没上，你去看看。桃花酥！啊！有人跳楼了！小奶豆眨眨眼，灵气缠身，瞬移了过去，抓住了阿东的脚踝。我没死啊！你刚才想杀我，可是又要自杀，为啥？皇上把我女儿藏起来了，说要么我死，要么你死，不然不会善待我女儿的。我虽然你能吃能喝还能折腾人，但这么2天我怪稀罕你的，舍不得你死。正好我死了，也许皇上就把我女儿放了。给我一样你女儿的东西。阿东把女儿喜欢的小玩偶掏出来，小奶豆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回到皇宫，又用剪刀裁了个小纸人，嗅嗅玩偶的气息，放它飞了。小纸人飞了大半日，终于折返了回来。这么快找到了，带我去。我找你有事，你先入宫。端王回来了，所有人都要入宫等待。臣弟见过皇上，皇上晚安。这端王乍一看，那是白白净净，人模狗样的，只是他身上有股子不正常的臭味。端王看到小奶豆，眼底划过一抹极快的异样神色。陆呱呱，东原殿前不得胡闹。无妨。陆，本王好似未听说过呀。大硕的一户朝臣之女，那就是送来的俘虏。俘虏等于没人要。你不要打我主意，你会后悔的。总感觉这小孩知道了什么。不会的。看来是真没休息好啊，精神都错乱了。本王，今日女童失踪案可查到眉目了？还未查到，不过本王却听说了一些眉目。许多人家重男轻女，会把孩子溺毙，又或者送走，故意弄丢，这样便失去了孩子的下落。这些刁民，难道他们不是女子所生吗？为何要这般对待女子？女子少了，江山该如何继续？第一次听皇上说了句人话。可爱的小姑娘，你为什么来东远呢？你猜？真是个调皮的小可爱呀。你爹娘呢？爹入土了。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孩。小可怜儿，本王给你寻个地方，如何呀？
我可以跟你回家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小可怜儿，我们家王爷洁身自好，不近女色，不惜奢物。你呀，当了我们家的小小姐，那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福分？大粪的粪吗？你家王爷身上有股臭粑粑味儿。管家沉着脸，才要训斥。童言无忌，无妨。小奶豆被安排到了一个房间，进了这个房间，他便感觉到不舒服的气息，还没琢磨呢，他的小指儿又挤了进来，在他眼前飘啊飘的。哎呀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别画，画的我都成对眼了。你想偷懒？想跟我玩？你该不会也被端王的人模狗样吸引了吧？你可是个纸人。你等等，我先看看我的屋子，这些画的好奇怪呀，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。听着小指儿叽叽喳喳的。你说啥？小指儿叽里咕噜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才没看过那种小人书呢。恼羞成怒后也想起来了。是嘞，墙上画的小人跟川川图上的一样。为什么要把小孩子画成这样？是坏人。我交给你的任务不会就是这里吧？小指儿狂喜的点头，还委屈上了呢。你总撵我，我偷摸过来的呢。端王就是乌龟王八蛋子。在这待的舒服吗？想什么告诉我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会乖乖的。只要你乖乖听本王的话，本王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本王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好，你还小，还不懂，本王会教你的。明天夕阳西下之时，如何？小奶豆点点头。端王离开。怎么有人在哭？他蹑手蹑脚的，循着声音找了过去。嘘，别怕，我不是大坏蛋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发现这小姑娘穿着画上的轻薄纱裙，脖子上绑着狗链子，明明是小孩，却打扮得像个大人，更像青楼里的姑娘。你好面熟啊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呀。我知道你为啥面熟了，你爹是不是叫阿东？你认识我爹？我爹爹在哪？为什么不来救我？这里好可怕，有个可怕的人逼我做恶心的动作。你爹，我小弟，我救你。那个坏蛋一会儿来吗？他说要养精蓄锐，明晚再来找我，还说要带一个人陪我一起玩。你乖乖的，不要绝食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倒坏人。小奶豆虽不舍，但还是拿出了糕点，一杵子塞进了他嘴里。这个小妹妹真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虎超超的。她能救我，她的脑子该不会有问题吧？你去哪儿了？吓坏我了，我以为你被皇上的人给……他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被端王叫去家里做客了。真的？真好啊！端王家是什么样子啊？是不是格外有涵养？我也想去他家。你有机会，你跟我去端王府吊唁吧。你说什么？吊唁？给谁？端王？端王他死了，嘎了，
就忽然间过去了，谁都救不活了。我这不四处告丧的吗？我第一场得去皇宫告诉皇上，皇上，你兄弟死了，嘎了，升天了，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哇？你说什么？谁死了？你大兄弟端王嘎啦，还不过去奔丧啊？一会儿尸体就赶不上热乎的了。皇上一听，嗝了一声，过去了。你也过去啦？这也太忙到了吧！我得赶两边啊！我先吃哪头的丧席呢？也纠结了一会儿，小奶豆便精准地做出了决定，在皇宫吃席。皇上的席面大，好吃的更多了。可惜啊，皇上猛捶了自己胸口几下，噎住的东西吐了出来。快去端王府！不是，先去置办棺材灵幡什么的。他一生人品正直，如菊花般圣洁高雅，得让全城的百姓送端王啊！皇上寻思，也能顺势弄点丧礼钱。唢呐一响，小钱一撒，吹吹打打就这么到了端王府。端王府管家开了门，看到这阵仗都惊呆了。皇上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太突然了，去得太突然了，什么都没准备吧？不过无妨，朕准备了。端王呢？朕的兄弟呢？王爷，我知道，跟我来。奶豆子打头走，直奔端王官小姑娘的房间。咔嗒，门开了。皇上他们起了劲儿的要哭，结果呢，哭声噎在嗓子眼儿，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小朋友，小姑娘，小可爱，叔叔来抓你好不好？抓到了，叔叔让你抽鞭子哦。叔叔还会奖励你一个小姐妹，到时候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哦。咦，骚气！皇上脑袋嗡嗡的呀，脑浆子咕噜咕噜都要烧开了。这他妈独领风骚的人是他兄弟，跟过来的文武百官百姓们都已经惊得不会冒话了。其中最愤怒的当属阿东了。起初知道端王嘎了，属他哭得最凶，可现在，你个狗娘养的，你个牲口，人模狗样的，竟然做出这种事！我女儿才几岁啊？你怎么忍心下手的？老子杀了你，老子要剁了你！你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你怎么能干出来这事？不近女色，但是近女童。端王竟然祸害女童，那我丢失的女儿，对，还有我的。我知道你们的玩被关在哪儿了。王爷，您这么快就玩完了？还想换一个？快来挑挑。他是栅栏街最出名的青楼老鸨。推开老鸨，好家伙，里面别有洞天，那就是一个小型青楼啊。只是女子变成了女童，不少朝臣百姓们都看到了自己的女儿。狗娘养的东西，我女儿丢了，端王还来慰问我，还给了我许多东西，我还感激端王呢。现在想想，就是这王八羔子要从我这买女儿，还不告诉我。这王八羔子的意思不就是说，你收了我东西，你的女儿就是我的了？狗杂碎，谁同意了？谁同意了？女孩子们都被放了出来，端王也被收拾得七零八碎的。端王绑架、私藏，对女子做出不轨行为，此乃十恶不赦。3日后在菜市场处死。你们杀了老子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没有老子，东园都得玩完。不信你们就试试。皇上听了这话，的确是犹豫了。端王文武双全，还是寿王的主人。3日后，若有百家为端王写原谅信，这件事便过去了。3日后，天漏了，
本王乃是兽王之主，能召兽王，统领兽界。家中不想御兽的尽管站出来，本王会让兽脱离这个家族。早知道东原就以御兽为主，家族有兽，能御兽乃是骄傲。若是失去了这个本领，便如蝼蚁般。不少世家家族都慌了。女子本就是不值钱的东西，长大也是为家族争前程的玩意儿。那么就当把玩意儿提前送给端王了又如何？我愿为端王签下请愿书。我也愿意。我先签为敬。你说你能统领兽类？你统一个我瞅瞅。吹牛都不打草稿。又有那些签请愿书的人道：你们也不试试，不怕被骗呀？端王怕事情有变，忙拿出镇宅之宝洒在了身上。空中飘起阵阵骚臭味。就在众人纳闷是什么味道时，地面震动，不少世家家族的兽们躁动不安地冲了出来，围到端王面前，或作揖，或躬身。看，我们没有选错人，端王果然是兽王天选之人。啊！我想起端王身上飘的臭味是什么味道了，是肉包的尿骚味啊！他掏出哨子吹了一声，响出声，地面颤动，人都站不稳了。眨么眼的功夫，威风赫赫的肉包便来到了小奶豆身边。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方才还对着端王崇拜作揖的兽们，忽然齐刷刷地转过了身。这些兽像人似的，对着肉包顶礼膜拜，跪地俯首称臣。这是兽对兽王的最高礼节。兽王，这是兽王！兽王来了！这兽王是谁的？是端王的吗？你说你是兽王的主人，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应吗？兽王是我的，你还敢冒充？你为什么会有肉包的尿？不说，让肉包踩死你！我说，有一次我在野外碰到了一群兽，我吓得惊慌逃窜，躲到一棵树下，就看到这只老虎对着一个桶撒尿，还尿到了我身上。我也不敢对着一头老虎发怒，我就离开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之前试图咬死我的兽开始躲避我，害怕我。我猜到了是和那泼尿有关，也猜到了那只老虎不一般，我便返回去，把尿存到了我自己的水囊里，一直用到了现在。啊！有一次我和肉包去郊游，我让肉包把尿尿在桶里，我要去浇菜地，结果尿桶没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偷尿贼。端王口味真特殊啊，为了行骗还真是豁出去了呀。百姓们脱了鞋底子揍他。不中用了。奶豆子不乐意回皇宫住，带着肉包寻了个超大的宅院。咱千里迢迢的出一趟远门，那不能才出呀，干啥都用钱呀，吃喝拉撒睡的，这盘缠呢快不够了。咱们是不是得干一票？啥？干一票？你想干哪一票？奶豆子薅住纯洁的肉包子，在他耳边哇啦哇啦。行吧，看在小主人几百年前许了他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他答应吧。下一个是小野狼走模特步。小野狼表演着呢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不要白靠表演。没多久，小奶豆便赚得满兜流油。好好的御兽大国变成了马戏团，这谁受得了？朕总算明白大硕皇上为何这么猖狂了。当夜，他奋笔疾书给大硕皇上去了一封真挚的信，先画了个小人跪下的神情，跪求大硕皇上把陆呱呱祖宗大女王带走吧。陆呱呱每天躺转，累得睡觉都直打呼噜。熟悉的鸟儿叫声响起。你咋来了？是不是有八卦？快说啊！
你大哥要被人逼走走。啊？怎么着？你们苏家出了个武状元，便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吧？告诉你们，行之轻薄了我闺女儿，还和她私定终身了。这人娶也得娶，不娶也得娶。谁要娶我大哥？不对，我大哥要嫁谁？终于舍得也回来了，快回去洗洗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臭死了！该不会真的是你妹妹吧，行之啊？是，怎么？哼，我爱干净，不喜欢脏兮兮的小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。咱们成亲以后，我不接受婆媳住在一起，也不想和你的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，不然你们一家子都欺负我一个了。不过宅子得重新买一个，丫鬟小厮啊，不得少于30个。还没说完呢，衣角便被陆呱呱扯住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新做的裙子。你要那么多人干什么？碎尸吗？想被碎尸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不用那么多人的，肉包包就能把你碎了。女子看到肉包吓得尖叫，做事要往行之身上扑。小奶豆踹肉包，肉包噌地窜了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含住了女子的脑袋瓜子。苏家杀人了！报官！有人要杀我闺女儿！小奶豆摸摸肉包，肉包撒开了女子。你以为我的虎什么都吃呀？我还怕肉包吃了消化不良呢。女子满脸口水，妆都花了，露出了黄土高坡的脸。我喜欢漂亮的嫂嫂，不要这个。不要！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也得要。看，这些都是你大哥给我的定情信物，有玉佩，有手帕，还有蟹裤。就是大哥的蟹裤。他认识的，裤裆那里磨破了，大哥不舍得扔，娘亲便在裤裆边上缝了朵花。女子浑身臭烘烘，也实在受不了行之的嫌弃眼神了。她丢下必须成亲4个字，落荒而逃。你没和他羞羞，还是我替大哥。大哥不是那种孟浪之人，而且大哥并不认识他。不认识啊？他叫张云，是我们苏家很远的远房亲戚。他弟弟张松今年来京城赶考，家中拮据，便来投奔苏家。外祖父给他们安排到了空闲的小宅子里。远房亲戚再远也是亲戚，苏家礼数不能废，便张罗着大家伙吃饭。在明月酒楼吃饭时，张云的荷包正巧掉在我脚下，我便帮他捡了起来。打那以后，我就发现他总是盯着我看，我不喜欢他的眼神，匆匆吃完饭便离开了。可自这次，我便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我晚上睡觉总是梦魇，能听到周围的声音，能感受到周围的气息，但就是起不来，怎么都起不来。大哥哥感觉有人？对，有人。我今晚跟你睡，我最喜欢抓人。大哥哥，我来你房间做客，没有奖励吗？妹妹想要什么可以自己拿。嘿，这都不好意思啊。行动派的奶豆豆边瞥大哥，边果断定位了大哥放小人书零嘴儿的地方。他四处搜寻，拽着个被子钻进了大哥的床底下。夜越深，奶豆子越能感觉到大哥的灵魂似被束缚住了。吱呀一声，是门开的声音，便看到个垫着脚的小鬼飘了进来，四处翻翻找找，最后停在行之的袜子跟前。就是这味儿。小鬼才拿到袜子打算离开，忽然觉得有人碰了碰他的魂体。他歪头往床下一瞅，海胆成精了。坦白从宽，
谁让你偷我大哥臭袜子的？不说就要把你打成饺子馅儿。小鬼感觉着他身上的能量，招了。我就是个送货的，今儿个轮到我值班，有人在街边给我烧纸，让我办事儿，来这儿随便偷个东西，送到西头宅子里去。我家里人都不给我烧纸了，我在阴间都没钱花了，我办个事儿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，我肯定办呢。带我去你要送臭袜子的地方。张云正睡着呢，臭袜子到了以后忽然坐了起来，把小奶豆吓了一大蹦。张云抓过臭袜子，深深嗅了嗅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他夺过袜子朝外走去，像魂游似的。奶豆子跟在他身后，发现他去了一片槐树林。你在哪儿？我来了，我带着他的臭袜子来了。一个穿着黑色斗篷戴着面具看不清脸的人站在他身后。你说等我拿到行之的贴身东西，便能让我嫁给陆行之，只有嫁了他才能成为京城的人上人。你做得很好，就只差这一步了。你们的缘线已经结成，只要你让他吃下这个姻缘丸，便会主动的迎娶你，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张云伸手去接姻缘丸，却不想被一双快手拿走了。谁敢偷我的东西？黑衣人边说话边抬头往上瞅，一个东西跟投篮似的掉进了他的嘴里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吃了你自己的姻缘丸呀，这叫物归原主。我怎么能吃这个呀？我大哥吃的，你为什么吃不得？黑衣人蹦跶着，把腰牌蹦跶了下来。原来你是西陵的人。西巴老皇上好缺德呀，竟然用玄术攻击我家。那我也不客气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给你们举办一场难忘的成亲宴的。次日早上，张云和西陵黑衣人手牵手肩并肩，穿着红色的喜服在街上游荡，还喊着口号。我爱他呀，他爱我，我们是一项甜蜜蜜。这姑娘我认识，天天跑到苏家，说是苏家那位行知大公子给她送定情信物，怎么转身跟别的男子在一起了呢？他找人偷我大哥的东西当定情信物，等设计我大哥哥娶了她，就挖我家钱钱，害我娘亲和这个臭男人双宿双飞。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2、3岁呀，要没娘啊！我唱错了，有我娘还在。怎么还把我给唱没了呢？张家，看在你们是我苏家远房亲戚的份上，我们苏家安排你们吃喝住宿，可你们却敢算计我们，从现在起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云儿，你是不是被这野男人骗了？还是苏家瞧不起咱们家，陷害了你，还不想娶你，所以找了个野男人陷害你呀？他才是我的最爱，我为他痴，为他狂，为他哐哐撞大墙。锁死！他们听着周遭人指指点点的声音，脸皮子再厚也待不下去了，扯着张云便走了。3日后的早上，用梅花易数卜算出他们的尸体在哪儿。可怜呀，张家重男轻女，闺女死了都不舍得花钱买，随便丢在乱葬岗了。小奶豆想到什么，忽然用水汪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苏锦轩。苏锦轩被他看得浑身汗毛四起。娘亲，我孝顺你，给你钱，等我死了，你别把我扔乱葬岗。呸！你个熊孩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死什么死？苏锦轩觉得要被他气死了。小奶包挠挠脑袋，
不明白娘亲为啥生气，他揣着牌牌去了乱葬岗，把牌牌放到了稀巴烂的人身上。西陵的牌子接触到牌主人是有反应的。瞧，好消息来了，朕派出去的人可是很得力的，一定收了行之的尸体了。朕要慢慢瓦解苏家，气死那个陆呱呱，让这死丫头片子跪在朕。当稀巴烂皇上看到躺在乱葬岗穿着喜服瞪大眼睛暴毙的自己人时，惊恐地叫出了声。更让他愤怒来气的是，自己人的尸体上挂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：祝你忌日快乐，稀巴烂皇上。气死朕了，气死朕了！这狗东西不但拐走了朕的饕餮，还弄死了朕的人，还敢挑衅朕！去，把大祭司找来，朕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。在大树人夜间睡得正香，谁也没注意到从西陵方向放过来一颗灾星。这一颗灾星冒着灾光落在了苏家的院子里。晚上夜奶喝多了，好想尿尿啊！没等到茅房就有些憋不住了，就在这儿尿吧。奶豆子揉揉眼，见地上有光闪来闪去的，嘟囔着：我哥哥背着我偷放烟花啦，不讲义气，撕灭他。当夜，西陵皇上知道灾星还没开始呢，就结束了。好家伙，气得直跺脚。他不服，再来。热，是要烤死我吗？烤人参不好吃啊！他光着脚丫子下地，被烫得瞬间清醒了。烫死我了！别出来，外面很热，别把你晒坏了。娘，怎么这么热呀？不清楚，现在虽说是夏天，却是热得出奇，仿佛一夜之间热起来了，四处跟火焰山一样。院里的花草树木都被晒得枯萎了，桥下的河水也干了，你养的那几条鱼也干死了。全城的百姓们怨声载道的，就求老天爷下场雨啊！太热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水井里的水都烤干了。神呐，那可是会被渴死的。鱼，我的鱼，还想水煮鱼呢，不对劲，指定不对劲。妹妹，你在哪儿呢？皇上找你呢。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呱呱，你咋变煤炭了？就溜达了这么会儿，我成黑煤炭了，气死我了！神雷幼崽看得出来，大硕明显是被人设计了。被谁呢？妹妹，皇上还在外面等着呢。我这样没法见人。等我一下。哪来的面粉精？小哥，是我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太黑了，丑，美个白。他屁颠屁颠上了马车，马车一路颠簸，面粉掉了一路。皇上浑身湿漉漉的，看见黑中发白的陆呱呱有些懵。不许叫我黑煤球。好，不黑，我们白着呢。俩人躲到宫殿的地下室，这才冒点凉气。小祖宗，大说的天师卜卦无法卜出为何会有这等异象。这我来。随意丢了2块石头，牙一呲，在小黑脸下显得格外白。是灾星我就说咋这么熟悉呢？我那天尿尿猜他了，我都把他给刺灭了。稀巴烂皇上真不要脸，刺灭了又给我送来一个。
不管多大的仇，也不该用如此恶毒的手段对付我们百姓，何其无辜！我要以牙还牙。没等他以牙还牙呢，西陵那边的人便乘胜追击了。皇上，西陵的人要进城门口，被苏淮安将军给拦住了。他们还有脸？走到城门口，发现来的是西陵的使臣。这位使臣的身份非同一般，不但是西陵的使臣，还是西陵的游王。这位游王和皇上不是亲兄弟，曾经豁命救过皇上，故被册封了王爷。快会享受的呢。不缺水的感觉真是太好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哎呀呀，瞧我这迹象，竟然忘了你们是没有水的，好可怜呐！你再跟我嘚瑟，我把你的水和冰偷偷抢走。抢走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们西陵是玄氏王朝，我可是在马车的周围布置了结界，想抢，累死你也！还没说完呢，便觉得一股子无形的气流奔涌而来，没等挣扎呢，就被一双虎爪狠狠地按住了。奶豆子让肉包、豆包先喝饱，又让百姓们排队取水喝水。啊！我的水，我的水！水被瓜分光了，就连冰块都被舔得干干净净。大硕皇上，你便是这样待客的吗？你们是强盗吗？竟然抢我的东西！屁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你们稀巴烂能被比，我们为啥不能当强盗？就是强盗！就是强盗！大硕皇上，我们谈谈如何？谈就谈，看他能谈出什么一二三来。怎么没人给我泡个茶呀？给你茶。游王扬眉，打开茶叶，惊得手腕子一抖，茶水里泡的黑黢黢的木耳都把茶盖顶起来了。木耳有弹力，随着游王一说话，一颗木耳跳进他的嗓子眼里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们大硕最新研究的虫子，你吃了它，它会钻进你的肚子，吃掉你的肠子、你的心脏，你的肚子会变得空空的。我尼玛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已经感觉到肚子疼了。你说，我们变成这样，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？你说了，我给你解药，不然你等着肚子被挖空吧。疼！哎呦，好疼啊！小孩儿，是我们西陵干的又怎么样？你们大硕现在变成这样，到头来还不得求我们？我死了，你们也好过不了，你们大硕会枯竭而死。我这次想来救你们，你们却不识好歹，还不给我解药？小奶豆拿着收音贝壳。等收据来啦，有证据啦。尼玛，这是套我话呢。你吃的就是木耳呀，我们新种出来的菜，死不了的。又被耍了。哼，我们卑鄙又怎么样？是你们大硕先对我们西陵皇上不敬的。切，打不过我就说不敬，心眼儿比……我的大比杆还小呢。你们大硕的灾难，只有我们西陵能解决。你们大硕只能依附我们西陵。只要你们做到这些条件，我们将拯救你们大硕。我文盲，我不认字，你读给我听。大硕割让5个城池，大硕交出新研制的物品，大硕每年交2/3的税品，大硕每年交童男童女100名，大硕每年交美人100名。大硕不要脸！不要脸又能怎么样啊？想救大硕于火海，只能求我们自己考虑吧，毕竟我只在此处待5日。说完，游王不要脸的自来熟的甩胳膊，自己找地方去住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西陵的皇子吗？你个废物！当初西陵说要和大硕共创友好未来，把你送来的目的，
那就是因为你的倒霉体质，让你想法子让大硕倒霉。可大硕不但没倒霉，反而是越来越好。你该不会叛变了吧？亲姑啊，我李亲姑啊，我李失忆了，早就忘了。你忘了怎么把倒霉体质散播出去？明熙点点头，他哪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本事。尤王跟勾小狗子似的朝他勾勾手指，悄悄地叮嘱666啊，亲姑，放心，妥妥的。他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呀？尤王也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跟大硕不合。走着走着路，掉下个房梁砸我脑袋，吃着吃着饭，噎得我上蹿下跳的，睡着睡着觉，尼玛他娘的床塌了。尤王精神萎靡地来到宫殿，才迈出去一只脚，当初来了个劈叉。我蛋！哎呦，我扯到蛋了！你这人呐，真是的，怎么不小心点呢？还瞎扯淡呢？不行，得找个女子试试，还好使不？可别来大硕一趟，不小心给弄得断子绝孙了。大硕皇上，你尽快做决定吧，我只给你们1炷香的考虑时间，否则……哼，你先自求多福吧。我知道你们西巴拉皇上是怎么害我们的。你个小屁孩，你才多大呀？我都多大了，还敢在我的面前玩激将法？你们发了2颗灾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第1个灾星被我用尿呲死了。啊？呲死了？那他娘的有那么好呲吗？这是你们最后1颗灾星吧？最后1颗灾星又如何？送给你们也是给你们脸，看得起你们，好好享受灾星给你们带来的灾祸吧。我娘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，这样不礼貌。我是礼貌的仔仔，不要别人的东西，我还给你们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奶豆捏起灾星，才抬胳膊做出往外撇的动作，忽然想到什么。那个，请问西陵的方向是在哪边呀？在那边。连东南西北的不分的小东西也好意思跟我叫嚣？小奶豆信不着他，怕故意指错了，又用询问的小眼神看向大硕的皇上。见大硕皇上点头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你人还怪实在的嘞。他挪了挪位置，扬手咻地把灾星发射了出去。你在干什么？物归原主啊！自打灾星飞出去后，尤王的眼皮子狂跳不停，快把眼珠子弹出去了。今儿个他更是倒霉，吃饭吃到了胃煮熟的，让他上吐下泻。从中医院开完药回来，脚下一打滑，又摔了个狗吃屎。是真的吃屎了。豆包年纪小，憋不住就地拉了一泡，还没等偷偷找土埋起来呢，就见着冲出来一个人，把他的屎吃了。要不我给你拉一泡热乎的。尤王干呕不停，狠狠漱口，躺在床上来回乱踢腿，以发泄自己的愤怒之情。结果脚丫子撞骨折了。这差不多了。方才收到咱西陵皇上的10万里佳节，皇上在信中质问王爷，您在大硕做了什么？为何灾星落在了皇室？现在西陵河水干涸，花草枯竭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你说什么？咱们西陵跟大硕的处境一样了，皇上让王爷尽快处理。你小王八羔子，还真把灾星还回去了。他拖着苟延残喘的身子，找到了小奶包。西陵的事是不是你搞的？对啊，你亲眼看见灾星发出去的啊，怎么还问我啊？你以为弄那些雕虫小技，我们西陵就会怕了吗？我们西陵可是玄学大国，通神灵，恢复往常的天气气息是眨眼的事儿。那你眨眼？好，明儿个午时，
本王便让你看看我的本事。哦，次日午时，游王为扳回面儿，特意选在了人多的菜市场。今日，本王给你们看看西陵的本事。我们能召雨神，换风雨，让我们西陵风调雨顺。但我西陵绝不会轻易帮助你们的，你们就眼巴巴的瞅着吧，气死你们！嘿，幼稚，这哪是赵雨啊，这是烧纸呢吧？好二呀！各路降雨之神，龙王爷、雷神、电母、雨神，速速显灵！风呼呼的刮，白云也变得灰秃秃的。要下雨了，要下雨了！哎，怎么是往西陵的方向飘呢？回来，快回来呀！哼，本王的本事如何？看着吧，我们西陵马上要下雨，你们大硕就羡慕去吧。小奶包看着一团团的乌云和阵风，他挠挠脑壳，鼓着腮帮子，狠狠地吹了一下。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乌云瞬间散了，下雨的趋势瞬间散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啥也没做呀，我就吹了一下。游王又照，奶包还吹。游王筋疲力尽的。你照完啦？雨呢？你的本事呢？哦，不会是吹牛吧？今儿个龙王雨神他们不在家。屁，在家呢，你没本事叫出来，还赖人家不在家，你真丢可产。他们都在家呢，龙王正跟人喝酒猜拳呢，雷公电母两人正在幽会呢，雨神正偷听他俩幽会呢。黄口小儿竟喜欢说胡话。这几个神呐，都是正统之神，这会儿定在修炼，要么在忙正事，怎么会搞这些没有营养的事情？神咋的？神也是两个眼睛一个嘴，神也会吃喝拉撒，也会拉屎放屁。粗俗！你优雅，你只吃不辣。哦，对了，小屁孩，你不是说你能召来他们吗？你不用全都召来，你只要召来一个，我就让你当球踢。小奶包来到供桌跟前，摸了摸茂密的头发，含泪剪下去了一段，往桌上一拍。来，都来！老龙王、雷公电母、风神雨神，来！果然是黄口小儿啊，跟过家家似的。才笑话完，便看到天空乌云密布，大风压顶，闪电刺目，雷电霹雳。肯定是我召来的，这黄口小儿定是抢了我的先机，借着我召神的功夫抢了我的功劳。这个好办，那就看看他们跟谁说话，给谁的王朝下雨啦。先是老龙王的声音透过云层飘了过来。开灵，我就听着是你的动静，百年未见，你怎的成了小孩了？我方才啊，正和齐天大圣喝酒划拳呢，这货不讲究呀，还猴脾气顺唧唧的，翻脸不认人，不愧是酸脸猴子。又是雷公电母两口子的声音。开灵啊，有什么急事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我们衣裳都脱了，又急了忙慌的穿上了。雨神，你个不要脸的，都多少年了，偷听墙角这臭毛病怎么就改不了？你们别吵了，我大硕是怎么回事？看看把我晒的。有人动用了禁术。你们不管？哎呀，像这种就是民不举，神不究，好说好说，这就恢复了。只恢复我们大硕啊，什么西陵啊、稀巴烂的啊，别管哦。这小心眼子。我可不是小心眼，我只是不能多管别人的闲事啊。要万一管坏了呢？都是因果呢。你就是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！哗啦啦的大雨都让百姓们愣住了，似是不敢置信，也就待了一瞬间，开始又蹦又跳的，
伸手接水往嘴里灌，往脸上拍。帮帮西灵吧，帮帮西灵吧！切，你不是可厉害啦，自己想办法呗。你老牛了，你都牛掰闪电大火花了，神仙不在家，在你家呢，你快去啊！你帮不帮？走到门口，小奶包啪地关上了门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招惹陆呱呱。如果再加上一个期限，那么是10000年。小奶包为了辩白，用尽了法子，可还是作用不大。万能公明熙说捂一个冬天就白了。小奶包日日夜夜数着老黄历过日子。哎，小子，我让你潜伏在这个大馋丫头的眼前，你得给我点有用的信息啊！你确定今儿个她出来见人？没错，她近日新得了个方子，每日泡牛奶、泡泥沙，只要泡上7日就行了。今天就是第7天。才说完，宫殿门开了。祖宗，活祖宗，亲祖宗啊！咱们相识就是缘，咱俩一线牵呐，见面3分情啊，分别7分痴啊！你别讹人，我可没有银子赔你。不用你赔，我赔。我们皇上来信了，只要你救救我们西陵于水火，我们可以答应你任何事情。没有信物啊。放心，我们西陵绝不忽悠人。啊屁！我知道我是3岁小孩呢，就你们西陵的嘴，就是骗人的鬼。哼，想耍我？嘿，我先耍耍你。好啊，明天你来找我。哎，好嘞。第2日，游王跟着小奶包来到皇宫处的一个偏殿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当狗舔完了面，鸡吃完了米，火烧断了锁，我就帮你们啦。什么？你在耍我吧？这得几年才能吃完烧完呢？哎，哪能几年呢，也就几百年。这小玩意儿看着好糊弄，其实这鬼主意多着呢。算了，看来呀，还得是老老实实的。哎呀，怪我，你瞧我这记性。我们西陵皇上前几日来信要跟你商议，我给你一张空白的圣旨，你可以在上面提条件，只要不过分，我们都能办到。只希望呱呱祖宗能帮帮我们西陵啊！你脑子这么笨，也好意思当使臣？你们皇上还封你当王？哪个王？不会是王八的王吧？游王忍。条件嘛，就按照你们当初提的来办吧。什么来着？实作城池。被说了。游王真想扇自己，他这张贱嘴啊，当初招惹这祖宗干什么？不行就算了，反正等你们西陵倒闭了，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捡漏多好，才不要和你废话呢。成。忍痛签了协议，游王想到了治他的法子。小祖宗，我犹记得上次你说想体会体会在西陵坐牢的滋味，不如趁这次机会前去啊！我们西陵的气候适宜，简直是女子养肤的圣地啊！而且我们西陵牢房这伙食绝佳，里面十分的有趣。小奶团听得心动，不等答他的话便往前走。哎，小祖宗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拾掇行李呀。再怎么厉害也还是个孩子，好忽悠着呢。明熙笑，深藏功与名。娘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幸好他足够了解奶豆子，早有准备的拿出了一个地图，手指点了点。看吧，想怎么看都行。我要去西陵。去干什么？
旅游？我要去搞事情，谁让他们惹我了，害我变成小黑。此仇不报非小人，我会憋气憋死的。小妹怎么心情不佳吗？呱呱非要去西陵，西陵那是非人非鬼的地方，他去了能有好吗？娘亲，不哭，仔仔把宝贝都给娘亲。小妹，圣旨下来了，关于呱呱去西陵的事，咱们呱呱呀可厉害呢，拿到了西陵的城池。不过生效的话，需要我们大树的首脑领着人过去。一来需要我们拿着我们的协议过去，同西陵的皇上交换签字；二来需要我们的人替换掉他们城池的人。小妹，你别担心，我们大部队有很多人，况且皇上已经派我跟随呱呱了，赵峰也去，他们年纪相当，一路上说说笑笑的，更有趣，也会互相照顾。他首脑？好吧，不过半个月来一封信，让娘亲知道你安好。好，娘，你不生气了吧？那好多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。呱呱长大了，身为首脑前往西陵，应该有个大人的样，怎么还能看这些玩这些呢？以后我再也不那么实在了。我的林泽儿，我的小人书，我的玩具呀！早上，苏锦轩顶着用脂粉遮住的黑眼圈送他们上了马车。你今天真好看。不愧是小奸臣，黑成这样还好看呢。这叫美黑，叫时尚。我看看我娘给我带来什么。小奶包打开包袱，呆住了。娘亲把东西都还给他了，这是怕他在异乡没有用顺手的东西。世上只有娘亲好啊！他悲伤了一路，直到嗅到烤肉的味道。好香，啥味儿啊？这烤串，我们西陵独有的特色。烤串？想吃烤串吗？只要你……先坐牢3个字还没说完呢。蹲大牢之前，先让我吃饱了再说。